我经常在门诊有患者说，吴医生，我从来不生病，为什么一生病就得了肺癌或者其他很严重的疾病？我听说不感冒的人身体的毒素排不出来，所以一生病就是大病。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很多年的医生，我经常听到患者提出这样的疑问和说法。很多人认为长期不感冒的人一旦生病就会直接得重病，甚至有人觉得感冒是一种排毒方式。这些说法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的道理，但究竟是科学还是误解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，揭开长期不感冒容易得重病的这个话题。首先，为什么有些人很少感冒？每到流感季节，医院里总是挤满了感冒的患者，但是总有一些例外，百毒不侵，很少被病毒击倒。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强弱不同，决定他对抗病毒的能力。所以，当病毒进入我们人体之后，免疫力会迅速启动防御机制，调用白细胞、抗体等士兵来对抗病毒。对于免疫力强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可以迅速识别、消灭病毒，可能只会出现轻微的不舒服，比如说稍微有喉咙痒啊，稍微有点流鼻涕，甚至没有任何症状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种情况，你以为自己没有感冒，其实是免疫系统悄悄地打赢了这场仗。相比之下，免疫力差的人，他面对病毒的时候，身体的防御可能不会那么迅速，病毒会在体内肆虐，导致明显的感冒症状，比如说高烧啊、咳嗽、鼻塞。如果症状严重，甚至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，比如说肺炎、心肌炎。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？长期不感冒并不意味着你长了病毒，恰恰说明你的免疫力系统比较好，可以高效的抵御病毒入侵。你看似没有生病，其实是你的免疫力默默为你付出。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，长期不感冒的人一旦生病就会得大病，比如癌症。这种说法听起来耸人听闻，但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。首先，癌症它不是突然出现的，那些从来不生病突然出现癌症晚期的案例，往往并不是疾病突然发生，而是疾病早有潜伏，只是被忽视了。癌症的发生，它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可能在体内潜伏很多年，没有任何症状。那些经常感冒或者生病的人，因为身体有变化而更敏感，可能更频繁的到医院做检查，所以很容易发现早期疾病。从来不生病的人，往往觉得自己身体很好，从来不体检，所以身体有一点点变化，等到症状很明显的时候，已经变成晚期。所以癌症晚期的发现与长期不感冒没有直接关系，而是与是否定期体检、是否关注自己身体变化有关系。第二个原因，人的思维所致，反差大的故事更容易被记住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说从来不生病得癌症的故事？这是因为反差大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和传播。比如说，一个从不生病的人突然查出癌症，和一个经常感冒的人得了癌症，哪个更吸引眼球？显而易见，所以更容易被媒体报道或者口口相传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选择性的记忆偏差，让我们误以为长期不感冒的人更容易得重病。所以长期不感冒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得重病，相反，它可能反映你的免疫力比较强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可以高枕无忧，忽视自己的健康管理。还有一种误解认为，感冒是身体在排毒，长期不感冒导致毒素积累，最终引发大病。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。感冒是由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，症状比如说发热啊、流鼻涕、咳嗽，是免疫力对抗它们的正常反应，而不是排毒。感冒本身并不会清理体内的毒素，反而会消耗身体的能量，增加免疫力的负担。对于健康人来说，感冒的意义仅仅是免疫系统一次演练，而并非排毒方式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感冒它不是排毒，而是病毒或者细菌感染。刻意追求感冒来排毒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反而可能因为频繁生病，让身体的情况削弱。那么如何正确对待长期不感冒？虽然长期不感冒说明你的免疫系统比较强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忽视健康管理。以下几条实用的建议可以帮助你保持健康，远离疾病。第一，一定要定期体检。无论你是否经常生病，定期体检都是早期发现疾病的最佳方式。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，包括血常规、肝肾功能、大小便常规以及影像学检查，像胸部 CT 啊、腹部彩超。对于40岁以上人群，建议做癌症的筛查项目，比如胃肠镜、乳腺检查或者前列腺的检查。即便你很少生病，也要留意身体的异常信号，比如说老是感觉疲劳，身体没有原因的减轻，食欲下降，莫名其妙的疼痛，大便习惯改变，这些可能是疾病的早期信号，及时就医可以防患未然。为什么有些人他免疫力比较强？
那是因为它往往有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以下几点可以维持你强大的免疫系统：第一，一定要营养均衡，多吃新鲜的蔬果、全谷物、优质蛋白，少吃深加工的食品和高糖食物。第二，规律运动，每个星期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比如像快走、游泳、瑜伽。第三，保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晚上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，有助于免疫系统的修复和恢复。第四，管理压力，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削弱免疫力，试一下冥想、阅读或者跟朋友聚会来放松心情。不要迷信排毒的谣言，不要相信感冒排毒或者保健品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说法。健康的身体依靠科学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所谓的灵丹妙药。